朋友們，今天咱們要聊一個真正的星際訪客。說起星際訪客，很多人會想到奧陌陌、鮑里索夫，還有現在最火的3I Atlas。但是咱們今天聊的這個，它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而且不像3I Atlas，它們距離地球108000里，人類連它們長啥樣都不知道。這個可是真正到了地球的。另外還有更勁爆的是，它的數據被美國軍方封鎖了整整8年之久。這是為什麼呢？這個星際訪客到底藏着什麼驚天秘密？接下來，請跟着我一起去揭秘這個星際訪客。2014年1月8日的凌晨，南太平洋巴布亞新幾內亞馬努斯島附近的海域上空，一道微弱卻異常的火光悄然劃過夜空。它的體積並不算大，直徑不足1米，卻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一頭衝入地球大氣層，在與大氣劇烈摩擦的過程中，它的軀體逐漸解體，最終在海面上空轟然爆炸，化作無數塵埃和細小碎片，悄無聲息地墜入了幽深的海底。在當時，這只是美國國防部衛星傳感器記錄下的一個普通編號 CNEOS 2014-01-08，它被毫无懸念地歸類為一顆普通流星。畢竟這樣的天外來客每天都會在地球上空上演，沒有人會為這個不起眼的編號駐足，更沒有人知道，人類就這樣錯過了一次可能與星際文明歷史性握手的機會。這一錯過就是整整5年。時間來到2019年，哈佛大學的阿維勒布教授，是的，就是他，專找外星人的教授，和他的学生阿米爾·希拉傑，在翻閱美國宇航局近地天體研究中心的流星目錄時，這個塵封的編號才終於進入了他們的視線。出於學術研究的嚴謹，兩人對這顆流星的飛行速度進行了重新核算，而最終的結果讓見多識廣的他們也忍不住目瞪口呆。各位，請務必記住這個數字，21.6萬公里每小時，換算下來就是每秒60公里。這個速度比太陽附近95%的恆星運行速度都要快。這是什麼概念？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繞太陽公轉的速度大約是10.8萬公里每小時，僅為這個數字的一半，太陽系內絕大多數天體的運行速度都無法企及這個級別。這顆流星以一種完全超脫於太陽系天體體系的速度，猝不及防地闖入了我們的家園。基於這個顛覆性的發現，勒布和希拉傑得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結論。CNEOS 2014-01-08絕非太陽系內的原住民，它來自太陽系之外。它是人類有史以來發現的第一顆星際流星，比後來大名鼎鼎的奧陌陌還要早3年抵達地球。他們為其賦予了一個新的名字 IM1 Interstellar Meteor 1， 也就是第一顆星際流星的專屬代號。下面我們都叫它為 IM1。然而，這個足以改寫天文學教科書的重大發現卻被一堵無形的牆壁牢牢擋住。因為這顆流星的核心觀測數據來自美國軍方的絕密傳感器，其數據精度和可靠性無法向公眾和整個科學界完全公開。一時間，質疑聲從四面八方湧來，有人懷疑數據的真實性，有人質疑計算邏輯的嚴謹性，主流科學界則出於對數據來源的顧慮，始終保持着謹慎的沉默。懸疑的氛圍在此刻被拉滿。試想一下，一個足以重塑人類宇宙認知的發現，就這樣被鎖在了軍事機密檔案裡，無法接受科學共同體的檢驗，也無法向渴望真相的公眾展露全貌。直到2022年，事情終於迎來了轉折點。美國太空司令部的太空行動副指揮官約翰·肖中將親自簽署了一份備忘錄，正式解密了與 IM1 相關的核心觀測數據，並且以官方的身份確認了 IM1 的星際起源。這份沉甸甸的官方背書如同平地驚雷，瞬間讓 IM1 的故事引爆了全球的天文學界和公眾視野。朋友們，你能想象嗎？我們錯過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與星際來客的親密接觸整整8年，而他的殘骸就在數千米深的海底沉睡了8年，靜靜等待着人類去揭開他身上的神秘面紗。當我們將目光從這段充滿波折的發現轉向硬核的科普與分析，就會發現 IM1 的獨特之處遠不止於它那遠超太陽系天體的速度，它還擁有一項堪稱超能力的特質，超乎想象的物質強度。
根據它進入大氣層時的高度、速度以及解體軌跡，科學家們可以精準反推出它的物質強度。結果顯示 ，IM1 的強度遠超所有已知的太陽系內流星，甚至超過了被認為最堅硬的鐵隕石。要知道，流星在高速衝入大氣層時，會經歷極端的燒蝕和壓力考驗。一般的流星會在高空因無法承受而解體，而 IM1 卻能穿透到大氣層較低處才發生爆炸。這意味着它的結構異常堅固，仿佛是用某種人類尚未認知的超合金打造而成。這樣的特質在已知的天外來客中顯得極為反常。那麼，它到底是什麼呢？為了找到這個答案，勒布教授領導的伽利略計劃探險隊在2023年6月踏上了前往馬努斯島附近海域的征程。這支由20餘名科學家、船員和紀錄片制作人組成的隊伍搭乘銀星號從洛倫高島鎮起航，他們的目標就是在深海中打撈 IM1 的殘骸。這無疑是一次堪比大海撈針的行動，畢竟 IM1 的碎片散落在馬努斯島附近16平方公里的海域，且海底深度達到了約4000米，而他們要尋找的碎片體積甚至不比一粒沙子大多少。伽利略計劃團隊啟用了特制的磁力雪橇，沿着 IM1 最後已知的軌跡，在預估的撞擊區域內一遍又一遍地拖拽海底沉積物。在為期2周的航行中，他們完成了26次海底探測。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最終打撈起了大約700個微小的金屬球粒。這些球粒直徑大多只有 0.1 到 0.7 毫米，而真正的秘密就藏在這些毫不起眼的微小球粒之中。科學家們立刻對這些球粒展開了精密的化學分析，由哈佛大學斯坦因·雅各布森教授領銜的宇宙化學實驗室團隊率先得出了突破性結論。在這些球粒中，約有 20% 的碎片具有非太陽系物質的化學特徵，它們被命名為地形球粒，而其中57個球粒的成分與地球上任何天然或人造合金都無法匹配。更令人震驚的是，一部分球粒展現出了一種極其罕見的化學指紋，它們富含鈹、鈉和鈾等高不相容元素。勒布教授将其命名為 Belov 球粒。這些球粒中鈾元素的含量更是超過了地球上一般水平的1000多倍，而且其元素組合形態與地球、月球、火星或太陽系其他天然隕石上發現的合金都截然不同。這裡要給大家科普一下，為什麼 Belov 如此重要。在地球和太陽系內的隕石中，鈹、鈉、鈾這些元素通常不會以如此高的豐度聚集在一起，它們的這種獨特組合強烈暗示着 IM1 的母體來自一個與我們太陽系截然不同的行星系統。它或許形成於一顆經歷了極端分異過程的岩石系外行星，也可能誕生於超新星或中子星合併的剧烈環境。當然，還有一個更具想象力的可能，它根本就不是一顆行星的碎片。這一發現直接引出了一個更加大膽也更具爭議性的猜想。勒布教授結合 IM1 的超高速度、超高強度和獨特的 Bro 化學成分，提出了一個讓整個科學界為之震動的假說。IM1 可能不是一塊天然的星際岩石，它或許是一個來自遙遠文明的技術碎片。如果 IM1 是一塊存儲着外星文明信息的宇宙 U 盤，是某個星際探測器的殘骸，或者僅僅是外星文明在星際航行中遺落的一顆螺絲釘，那它所蘊含的意義將無窮無盡。它的超高強度可能是為了抵禦星際空間中高速塵埃的撞擊，它的獨特成分或許是為了某種我們尚未理解的工程目的。就連團隊在探測中發現的錳鉑線，其豐度也與普通商業產品截然不同。這些反常的特徵都為這個大膽的假說增添了幾分可信度。當然，科學的嚴謹性要求我們必須保持清醒。主流科學界對勒布教授的人造物假說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和反駁。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天體物理學家史蒂夫·德施就直言，勒布的说法是在污染良好的科學環境，把扎實的科学工作與荒謬的譁眾取寵混為一談，吸走了房間裡所有的氧氣。更多科學家認為，Belov的特徵雖然罕見，但仍有可能通過極端的自然地質過程形成，比如在某個富含這些元素的行星內部，通過熱液活動或岩漿分異而產生。
他們堅持在沒有找到更大、更具決定性的證據，比如明顯的機械結構之前，就斷言其為外星科技，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面對這些質疑，勒布教授也做出了回應。他表示，既然 IME 路徑附近已發現具有太陽系外成分的球狀物，質疑者最好收回此前關於美國太空司令部高估 IME 速度以及 IME 是太陽系實質隕石的說法。科學研究本就該基於數據修正模型，而非否定數據。這正是科學的魅力所在。爭議與探索並存，我們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一邊是自然起源的嚴謹邏輯，一邊是技術碎片的無限可能。那麼，解開 IME 之謎的下一步是什麼？勒布教授並沒有停下探索的腳步，他在2025年夏天開展第二次深海探險。這一次，他們將啟用更先進的設備，包括配備了高精攝像頭的遙控潛水器，目標直指更大、更完整的 IME 碎片。科學家們堅信，如果能找到一塊直徑超過幾毫米的碎片，就能通過更精確的同位素分析和結構研究，獲取足以揭開 IME 真實身份的金鑰匙。屆時，無論是自然起源還是技術碎片的猜想，都將得到更有力的驗證。目前，勒布教授還未公布最新結果，當然也可能是他最近幾個月把心思都放到 3I Atlas 上了。現在，讓我們把目光投向更深遠的宇宙。IME 的故事絕不僅僅是關於一塊隕石的探索，它的發現直接證明了星際物質在宇宙中的普遍性。我們的太陽系就像一個漂浮在宇宙中的小港灣，時刻都有來自銀河系深處的船隻造訪，而 IME 就是這些船隻中第一個被我們抓住蹤跡的先行者。這也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那個古老而深刻的問題：地球生命的起源。著名的胚種論假說認為，地球上的生命或許並非起源於地球本身，而是由彗星或流星攜帶的微生物或有機物播撒而來。那麼，來自另一個恆星系統的 IME 是否也可能攜帶了微小的生命印記？它會不會就是一顆漂流在宇宙中的生命種子？如果 IME 真的是一塊來自另一個文明的碎片，那麼它在星際空間中漂流了多久？它所歸屬的文明如今是依然璀璨，還是早已湮滅？它是在星際航行中無意中墜落地球，還是帶着某種未竟的使命而來？我們凝視着那些在實驗室裡的微小球粒，它們就像是宇宙寫給人類的一封信，信封上沒有地址，沒有署名，只有一種我們從未見過的墨水，獨特的 Bello 元素組合。CNEOS 2014-01-08的故事才剛剛開始，它從來都不只是一塊冰冷的石頭，它是宇宙投向人類的信標，指引着我們去探索那片廣闊、未知且可能充滿生命的星辰大海。或許我們正一步步靠近宇宙的終極奧秘，下一次我們從深海中打撈上來的，或許就不只是碎片，而是整個人類宇宙認知的全新開端。